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看的就是华为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展愿景啊，这是在华为全连接大会的场合上面看到华为的副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他在会中就向大家展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升级版这个 SuperPOD 设计啊。那 SuperPOD 整合运算、储存、软体还有基础设施管理，在概念上呢，明显是致敬辉达的资料中心平台。说是致敬，其实呢，无非就是对标啊，就是辉达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华为就想办法赶上。好，这场大会的核心亮点呢，也在于另外一个，就是新亮相的 Unified Bus 这个互联协定。理论上呢，能够把多达15488组的升腾 AI 晶片串联起，变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华为也宣称呢，这项协定资料传输的速度将比辉达即将推出的 NVLink 144还要快上62倍。华尔街知名的投资机构 Bernstein 他们就分析说呢，虽然大陆业者整体效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落后于辉达跟超微的，但是呢，大陆业者近年来不断的在追逐在寻求突破算力瓶颈的解方。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华为就宣称呢，他们有能力可以把100万颗晶片从极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追上这个跟辉达之间的技术差距。好，那我先请教江老师啊，我们现在提到说 SuperPOD 这个设计，因为这次看到在华为的大会上面有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这个升级版的 SuperPOD，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是中国被美国制裁，不能去买比较先进的辉达晶片嘛。那其实在中国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以前是讲的小院高墙嘛。那一直不断的去试。那我们其实也尝试着去看中国的几间公司它的专利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到，它其实不只是在 AI 的晶片跟 AI 的设计上，它连在制程的设备都有在不断的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那包含之前讲的新凯来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跟辉达都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半导体晶片，或凭空生出一个什么新的技术。那主要还是要靠怎么样去做它。那怎么样做的状况下，就是要去设备。那今天这个技术呢，它其实因为刚有提到，它被美国制裁，它不能买比较应该说先进的设备，然后来去做我的先进的半导体晶片，所以我就得用某种程度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来达到我现在所需要的算力。那比如说我从住平层，然后再做到变成住高楼，那让我的资讯的串联速度能够变得很快，来达到现在那个辉达它的需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请说，没事，请说。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华为也宣称说他们可以用100万颗晶片，然后用从极化这个技术，然后呢达到的效能其实不输给辉达。是，所以这个从极化又是什么呢？从极化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能够让我里面的资讯能够跑得很顺畅，然后能够沟通得很快。但是这个从极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今天把它叠高的时候，它的散热怎么办？那我的资料传输的时候，如果假设这100万颗当中有一颗坏掉，它会不会整个都坏掉？那也会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台湾很引以为傲的 CoWoS。那我就是把很多杂七杂八的系统全部都叠在一颗晶片上。那华为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CoWoS 这种感觉啦。那我们讲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因为台湾人每个人都对半导体算是非常的了解啊。好，那如果这个万一一个坏了怎么办？那万一叠坏了，万一粘坏了怎么办？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散热技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关键，就是散热。对，不只是散热，那再来是怎么样它连得比较快，怎么样把它粘得好。对 ，OK， 都是可能未来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好，其实提到了华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华为从2020年那时候失去了台积电代工合作的机会之后呢，已经有好几次都没有发布新闻稿。然后呢，就直接告诉大家，他们出价就是说上架新的产品那9月18号，刚刚我们提到的
华为全连接大会呢，这次呢更是看到规模比照辉达的新品发表会，也大肆的宣传。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徐直军，他也详细的向外界来介绍华为的公司最新技术，而且呢，很高调的发布了未来整个华为的大战略跟大蓝图。好，那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当华为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美方也在看，美方当成观众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只是当吃瓜的观众哈，他们也看。那包括像是听简报的美国的商务部啦、国务院啦，甚至是白宫，川普也许真的没时间看哈，但是他会底下的这些幕僚会看。美方看到之后，您觉得他们会有相关的什么反应或动作吗？就继续赌那个好像一面墙哈都在漏水，继续赌。哎，好像就是他继续那个漏水地方把你堵起来，基本上就是要你死，就是这样，哎，就是华为要你死掉。那问题就变成华为也很带种，他跟美国对打的时候，他通常都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我东西出来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高调宣布，老子又突破一点了。”他就是这样子玩啊。你美国对华为今天制裁10年前就开始啊，华为当初那个手机，我当年在那个海外看到华为手机的时候，华为那个整个的它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要把苹果都要干掉的。那个手机在那个起码我在纽西兰看到，哇，那个旗舰店那种开法，那个广告的做法，你已经感到说那个 Apple 的时代结束了。那当时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把华为就是把你往死里打，连孟晚舟都给你抓起来了。对，所有的实体清单，第一个就是华为，什么都不给你。对，你根本就是被他连他的这个 Android System 他都不给你用，那就要你死啊！那华为就是靠着明着打。那当然就美国商务部来讲，他基本上还是在继续怎么样卡你这个发展的，就是说你致力发展的这个机会嘛。不，前一阵才把这个 HBM 也给它禁掉了，对 ，HBM 也禁掉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我觉得还会基本上还会对它的周边的公司啊，比如说啦，今天华为做光刻机的好几个公司，我听说有3个公司啊，它列入实体清单啊，它去查你不准卖嘛，它不准卖啊，你所有的这个技术、你的设备就技术把你卡掉，所以美国就是不断的卡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明着来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发觉越来越可能，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长远的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你逼着他做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不但所有的关键这个零组件他自己做，他连设备都得自己做，他本来还不会进军你这个设备，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哎，你现在搞不好做连设备，你像他现在搞这个光刻机。没事就给你公布一下，我又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专利，我这个上海电子微电子又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工大又有什么？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国务院跟白宫基本上现在没有改的方向，就是继续赌它，继续赌。哎，看哪里有漏洞就赌它。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啊，全产业链的发展是被逼出来的哈，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特别讲到软体哈，这个 Android 不给了以后呢，华为自己就做了一个 Harmony OS 哈，鸿蒙的系统哈。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在半导体的竞争之后，现在看的就是 AI 的算力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块，将来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阿里巴巴呢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啊，在24号他们宣布要扩大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说未来3年呢要投入将会有超过今年2月所设定的3800亿人民币的计划，而且呢要发布最新大语言模型 Owen3 Max。延续年初大陆国产 AI 模型的研发热潮，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他们的 ADR 股价呢猛涨了8.4%，到了176.76美元。好，所以说这个看来啊 ，AI 不但会是中国大陆经济产业成长的引擎哈，也会是 A 股的引擎吗？那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聂老师，你的观察？当然，我们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大家都是全民运动嘛，这两者本来就是很互动的。那 AI，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对不对？AI 很清楚嘛，我们从数字来讲，只要你 AI 推动了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然后一直往上推动 ，GDP 一定会成长。然后当然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它实体中呢，当你 AI 的这个实体经济成长之后，当然就会回来让我们的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的支出会更好。而我们现在世界就是需要所有的 AI 的动能，因此呢，这个 image 被所有的在投资股民知道的时候，当然股市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你说有不同吗？当然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 AI 推动之下都会往前推。我们在经济学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叫做 economics push， 就经济推动，把这个我们股市也可以推动，房地产也可以推动。现在啊，我觉得全部改了，就叫什么东西？什么 push 呢？就是 AI push。只要 AI 好 ，GDP 会成长，我们股市也会增长。但是股市比较不一样，股市是短波的，有涨有跌啦。这个我们说股民一定是要抓到所谓的好的时机进场才对。我们讲 timing 嘛，就择时很重要。当然现在择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投向了在跟 AI 相关的股票了。OK，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最近南非他们施压了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大家就开始细细去研究到底中间的始末是如何哈。因为呢被要求是要迁离南非的首都普里托利亚，那后来呢又把中华民国代表处的这个层级给降级啊，降到变成名称改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当然这个降级呢，除了代表地位降低以外呢，还有呢，所办理的事务可能也不像过往这么的多。那为了反制呢，就看到台湾这边经济部贸易局修改了自由贸易港区输往国外与贸易法，就特别明文规定了说，要把二极体晶粒跟晶圆，还有光敏二极体或发光二极体，总共呢总47项货品列入了输往南非之前，应该要先经过经济部的核准，也就是许可制。那接着就强调说，在南非没有释出善意。好，后来呢，这个外交部就接到了南非方面的协商请求，哈，跟经济部说啊，协调之后啊，决定暂缓。好，那大使，我想请教，我们的代表处现在如果要回到南非的首都，哈，就是被要求说要迁离嘛，那有可能吗？您觉得？现在我们寄出了这个反制，但现在是说先暂缓。现在这个反制只是说我方决定暂缓啊，并不是他同意我们这个代表处迁回啊，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一下我们就暂缓了。那南非方面是不是做出了很多承诺？是不是要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非不友好措施把它撤回？那这个东西我们还要，我觉得应该，当然也不会透露太多啦。这些可见是在谈判的阶段嘛。不过这个意涵就是说，第一次我们用我们的经济做一个制裁的手段，用晶片，用晶片当做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跟一个另外一个政府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了。过去我们的跟这些国家谈判筹码就是说我要给你多少钱这样，不是说我不卖什么东西给你啊。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就是说谈判来讲，外交谈判来讲，筹码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那个筹码人家对人家管不管用？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某种程度是管用的。对他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取得替代品的话，他这方面对于我们是100%的依赖的话，那他就会当一回事。这个国与国之间就是讲这个怎么讲，就是讲利害关系，这没有其他，这个关系没有其他的属性，只有利害关系。那你能造成它的伤害，它的产业界如果说有所反应的话，这个台湾这个产品不给我们这边很多人要失业，我这个厂也做不下去了，我这个厂要移出去了，那这个产业部门绝对去跟外交部去谈，南非外交绝对让步。对，这个就是没有不让步的。那也不过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代表处从一个地方再迁回到一个地方，对他来讲，他没有实质利益损失啊。这个本来就是个象征的意义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为什么不晓得，就是说我们一接触以后，对不对？那这个变成我们经济部的决策，那么就暂缓执行啊。照一般来讲，应该是有好消息，我们才会说，那我工具我就暂时收起来。对，你乖一点，要不然我下次又拿出来修理你啊。那
不过这个我觉得在外交上常态啦，只是我们过去可能做法上是比较保守。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会突然出这一招呢？我觉得过去都从来没用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可能啊是怕这种问题哈会产生骨牌效应。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海外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啊，都怎么样？是主流啊。我们的办事处、我们的大使馆只剩下13、14个了。我们有几十个、快上百个，不是代表处就是什么办事处啦。对，人家现在把你代表处通通说，哎，这个东西，这就南非现在怎么对你啊？那你也都接受了。是，那我也把你这样，将来日本人说，那为什么南非可以降，我就不能降呢？如果日本今天跟大陆谈判，大陆跟日本讲说，那叫你们把那个日本那个台湾代表处改成台湾商务办事处，就比照办理嘛。对啊，那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谈？就是说人家说，哎，为什么南非可以我不行？所以就变成你就怕开一个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从外交角度上，你不是只看一个对象，它是一个骨牌效应。确实，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没有发生过啊，我的经验上没有，我的印象没有发生过。那一旦做了这个之后，你就必须像您刚刚讲的说，它后续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是如何哈？就怕发生骨牌效应啊，就一面倒啊，全部倒了。好，所以问题来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把科技制裁 weaponize， 就是武器化之后，聂老师觉得我们也必须要思考的，包括后果、风险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讲一下一个国家它的实力有多少，筹码有多少非常重要。台湾我们要理清我们到底有什么筹码，有什么实力。说不好听点，台湾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从关税贸易战，我就已经看出川普的眼中，他把日本、韩国比照欧盟那一代的，就15%。我们现在20%的这样处罚很难，因为他把你看成东南亚国家，就是小国嘛，就是这么 tiny。所以呢，我们也不要一洋自大。不过台湾绝对也可以很有实力，因为全世界晶片，所以到天空上的、航太的、地上的所有的最先进东西，没有台积电活不下去。所有东西往前冲的就是台积电的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有筹码、有实力，但是如果要跟其他的大国比，尤其我们对岸还有一个可能会在地缘政治影响我们的，你不管南非或任何国家，你要用这个东西，我们最棒的这个筹码，科技化的科技东西去做制裁别人的武器化，我跟你讲。有利有弊，你要看我们的这个拳头够不够大。的确，我们很大，但我们只有这一拳，但人家可能会用包围战或很多战略，我们就会是风险。我的重点就是在地缘政治下，台湾并不是强势者，是弱势者。科技之中，我们是强势者，但是我们的科技这个强势就是一个拳头，但是人多包围多，就算我们这个拳头钢铁评价硬，人家只要一堆包围，甚至可以把我绑住，我们就会输。我的重点就是我的后果和风险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科技太自以为大的，把它武器化极限上纲。我们只能用部分东西跟人家去谈判，用我们的筹码去用良性谈判。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得罪别人，包括我们的对岸。摊开来说，这个相关的金额，就说，跟南非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2023年只有18亿美元，2024年呢更只有14.8亿美元啊，其实金额都不大啦。那贸易署官员呢也公告说，这47项啊，除了晶圆以外，还有包括像是电池啦、记忆体啊、光电显示元件等等。那可以说半导体里面的上中下游都列入。可是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哈，也有人认为是确实是对南非有效力的哈。可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效果哈？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这些在半导体的中上下游的这些元件，这些特别是对南非，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样讲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或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可以分成2个层面。我们第一个层面，从刚刚大使提到，可能是不是会引发骨牌效应，导致贸易署要做这样的举措。那刚好最近彭博社有做一个调查，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这样讲，直接用颜色来区分的话，就是光谱的两侧。颜色蓝色越深，就是对大陆越友好，越喜欢大陆的。红色越深，就是越不喜欢大陆的。可以看到，基本上非洲国家除了这里啊，每一片蓝；南美洲一片蓝。OK， 好，那为什么今天会对半导体或者是相关的47种元件去做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管制出口，管制出口，先许可。对，主要的话，其实只要基本上有电的东西都会需要这些东西。那南非呢，它矿产丰富，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汽车产业多，
可是这样今天制裁下来，我们要想到说，因为台湾主要主攻还是以先进制程为主，那剩下做汽车很大一部分是成熟制程。